Hello， 大家好，今天是4月2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美股连涨13天后，许多股票高位出现吊顶 K 线，这个逃顶 K 线的使用方式你一定要学会。特斯拉底部反弹一周，财报也将要发布，技术面有2个重要支撑不能被跌破，否则趋势反转将面临失败，并且会回归到更大的下跌趋势。博通上涨来到前高附近，这里到头了没？还是一个新的起点行情呢？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16期的视频。那么阿哲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我们在第一部分还是要看到指数的大环境如何，所以通过吊颈 K 线的一个使用，以及如果价格真的在此回调，那么它右侧有哪些回调空间，我们都需要去关注左侧的风险和右侧的回调点位。我们也会讲到日内目前的多空是否发生变化，哪些地方是今天的变盘点，这是我们第一部分会讲到的3个组成内容。第2和第3部分我们会看到市场的个股的分析。因为目前的指数环境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高位，并且有多次的吊颈线，个股也有很多吊颈线，所以阿哲基本上没有标记绿色块的股票，所以哪怕目前有买点的个股，阿哲也会偏保守许多。哪怕是一些相对偏低位的，比如说像Circle、特斯拉等等的，微软等等的，也慢慢的有启动了。所以现在去买股票，相对来讲最好等指数回调，这是一个提前所讲的观点。而像有标记了一些红色块的，是已经在右侧出现了明显的逃顶的一个信号，而灰色块的是目前保持上涨，还没有明显卖出信号的，但是也已经来到了一些高位。那么阿哲今天会讲的个股呢，还是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科沃位、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OD、APP、SOXL、Circle、Meta、OKO、PLTR、Coin、美光和亚马逊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今天的内容依旧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您是我们的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有一个温馨提醒，你会发现我们视频当中的目录会偏多一些，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也会偏长，这个不太好控制。但阿哲知道，不是每一只股票您都感兴趣，会需要去完全的观看，所以阿哲也制作了一个时间轴，大家点击对应时间轴，可以做一个快速的跳转，可以快速看到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希望这个设置能够帮助到您。不过第一部分尽可能不要跳过，因为这是最关键的一部分内容，有一些知识点，有一些关键的指数环境的点位需要大家去得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叫做吊颈线。首先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图板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我们要学习一个 K 线的使用方式，我们先要懂得这根 K 线怎么在 K 线图表当中找出来。但阿哲现在呢已经在图表当中标记了，黄色 K 线呢就是吊颈线了。关于这个知识点，阿哲在上周的会员视频以及内部课程当中都有去详细的讲解。今天公开视频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它的一些使用的技巧，现在也刚好可以用得到。所谓的吊颈线，它其实就是一个长下影 K 线。这个 K 线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它的下影线要比实体长，实体最好能够比上影线长。当然这不是硬性的要求，最好是能够这样子去达成，下影线最长，实体第2，上影线最短。下影线的长度得要是实体的2倍或以上，尽量不要在2倍之内，这就是一个吊颈线。而吊颈线它所产生的位置也比较关键，阿哲所标记的 K 线都是这种长下影线，但不代表每一个都是吊颈线。吊颈线它最好是在相对的高位，亦或者是加速后产生。如果在出现的时候有伴随的跳空高开和放出巨量，这个效果会更好。当然如果没有放量和高开，只要位置够高，其实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像曾经有一个最为标准的吊颈线，就是这一波的上涨。这一波的上涨出现了连续的跳空缺口，市场非常的强势，非常的高涨的这种看涨的情绪下，出现了吊颈线，要特别的注意，是一个长线影线，是吧？影线比实体2倍要长，很明显，上影线和实体相对等长，所以它是一个标准吊颈线。出现之后怎么去做交易？一般来讲，我们有左侧和右侧的一个交易方式，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不管任何的一个买卖点，不同的投资者他总会有一个偏好。左侧投资者一般来讲就是我已经有钱赚了，我更想要落袋为安，至于这里是不是高点，它不是我所重要去关注的，我要的就是这里有风险，我该卖了，所以我就卖。而右侧投资者就是这里有风险，但我希望我更加想要卖在一个相对高点，而不希望被洗盘洗掉。所以右侧投资者一般会想要的是更加的准确性，而左侧投资者一般想要更加的及时性。所以
一个左侧投资者如果遇到吊颈线，我们的处理方案是出现这种吊颈线，我就把它的低点画一个横线。盘中大家注意了，这里的关键点是盘中，我不用等到日线去确认，就是盘中出现破掉吊颈线的低点，而又在相对高位，直接可以做出股票的卖出的一个操作，包括个股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一些个股也有一些吊颈线，所以当时这里左侧就是盘中一跌破直接卖，右侧我们的方式可能最好是能够盘后，就是日线结束收线了之后，我关注这个吊颈线的低点是否被收阴跌破，跌破我再去卖。所以一个是左侧，一个是右侧，关键点都在吊颈线的影线下沿。又比如说像这一波上涨也是一样的，出现一个吊颈线，当然这里它是没有一个这个地方它是不是也是一个相对的高开，所以有高开是更好的。出现之后，第二天往下破这个地方，其实我就可以开始卖股票了。右侧它没跌破，所以你可能还会守着。到了这里又是一个吊颈线，如果你发现是连续有多根吊颈线，一般来讲右侧也应该减仓，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右侧你等收线你再卖来不及了。所以右侧如果你发现有很多根吊颈线，也尽可能可以去左侧高抛一些。好，那对于左侧投资者来讲，这里跌破就卖，这里盘中跌破就卖，你就可以避免一根大阴线砸下来，那收线去卖就来不及了。那我们再看一下前期的这些地方也是一样的，但最好要有强烈的上涨行情会比较好。刚开始反弹就出现，效果也会一般一点。这种一般来讲，它后面再次上涨跟它关系不是很大，所以尽可能我们去用到一个强势的上涨行情，强势的上涨行情特别有缺口的就更好啊。出现这种吊颈线，低点没破就往上继续看，后面破了我就卖股票。右侧你就等到这一天收阴跌破再卖。那价格走势出现一个上涨，不断的有高开，不断有跳空。好，那么这里出现一个吊颈线，但这个吊颈线不太好，它是一个低开的下跌的。这种就说明它已经提前在卖掉了。吊颈线它的一个含义它有一种股价在涨，今天也还在涨，但是今天有个长下影线，感觉有人在低吸，但因为位置偏高一点，说明有可能是机构在卖，而散户还在追涨，所以导致机构出货，散户在买，那么就是两方的筹码兑换，那么散户反而把市场拉出一个长下影线，所以高位下影线有时候是散户依旧在追涨，而机构左侧卖出所导致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就要小心会不会是机构出货行为，但如果它直接就跌下来了，它这种就意味会差一点。不过你也同样可以跌破去卖，也是可以的，当这种卖点就会差一些。来看到现在的市场也出现一个单边的上涨，很明显它就是一个强势行情。而在强势行情当中出现了3次的吊颈线，这里是第一次，这里是第二次，这里是第3次。第一次的时候它不能算是一个低位，但我们也可以去关注它的低点不能被跌破。如果当时这里破了，你就应该减仓或卖股票。那股价没有跌破，反而继续上涨，那么这种地方就有可能是一个什么低位的当真探底的一个 K 线，而不是吊颈线，肯定就要上一个高位了，因为它有不断的跳空缺口，是连续的缺口，这里产生了一个吊颈线，我就应该把它的低点画一个线，左侧碰它就盘中碰到了，我就卖股票了。如果是右侧，就要收阴跌破再卖股票。当然走到这里，它已经出现了高位的1次和2次的吊颈线，因为它有连续2次嘛，左侧右侧都该卖一点了。那么我最应该相对大的一个去卖的是什么？收一个 K 线阴线，收盘把它跌破。而对于左侧，今天盘中如果一破昨天的低点，是吧？如果今天盘中又破昨天低点，那其实左侧就提前卖，右侧可以等收线。所以这是当下我们所看到的吊颈 K 线的一个使用情况和它的一个环境。而对于空头的一个同学，而对于做空的同学，像这种行情之下，你要做右侧，也同样可以用吊颈线，是吧？收盘价跌破这个吊颈 K 线的低点，因为目前是单边上涨。如果你是做空，最好是等右侧信号，是吧？收盘跌破，甚至你可以等收盘跌破2根吊颈线，那基本上就很明确了。这里就是2次的吊颈线都是机构出货，不然它不会去跌破。所以一旦跌破这2根，就是特别右侧的做空投资者的一个入场点。所以当下我们就是防守位昨天的低点，左侧今天只要再少过昨天低点，盘中就是卖点，继续减仓点，右侧等收盘跌破再去卖。那么以上就是关于吊颈线的一个使用技巧。接下来我们需要判断，因为目前高位已经出现了2个吊颈线，所以调整的概率极大，哪怕它这里不调，后续走震荡横盘的概率也特别大。所以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如果这附近出现了高位区间，那么如果往下调，关注的右侧回调空间在哪里？我们看到目前的日线图表。那关于这一个回调的点位，阿成需要用到上海趋势图。
那么这个趋势图是阿哲所喜欢用的一个趋势分析的一个工具，市场的走势行情，我们可以用这个上海趋势图的一个指标去很好的分析。如果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那么这个指标大家应该都有安装过或者说使用过，应该都是清楚的。如果您是新订阅同学，那阿哲后续会告诉大家怎么去安装这个指标。那目前市场是出现了一个左侧的一个风险，黄色 K 线消失了，只是目前没有破位而已。所以从上海趋势图当中也提醒了一个风险的释放过程，像市场只要走到了黄色 K 线，而后黄 K 消失，那这种地方其实都是一些我们在左侧右侧都要特别关注的地方，它都是一种相对超买之后市场容易回归一个调整冷静的一个过程。所以当下也是一个黄 K 出现，黄 K 消失，等待一个破位，在很多角度这里都是一个看空点以及容易出现回调的点位。我们从趋势角度来看一下右侧的回调点，如果按趋势的环境，目前就是一个上涨破顶的行为，那么一个极为强势的支撑点就是左高。如果一个市场能够突破左高成功有效，我们传统分析认为它的左高将会形成一个支撑位，所以当前这里首个最强的支撑，那肯定是左高了。所以价格它的调整空间，如果这里开始调，这里就开始调，其实空间是不大的。而这个地方如果能够撑得住，那么是不是我们的交易点位不久之后就会再次产生我们另外的看涨点？当然前提是这个地方能够顶得住。如果这里突破之后不能顶得住而往下跌，它会形成一个趋势结构，叫做突破的失败，也是道氏理论当中所讲到的2B 结构。市场突破之后快速的回落，因为目前突破它其实也就几天，1-2天、2-3天，所以还在33原则之内。如果快速的就跌破左高，那么就说明是一个突破的失败。突破失败，市场是容易回归一个弱势。那回归弱势时，我们按照趋势的简单操作，就要看到下方的支撑位了。我们来看一下曾经的一些趋势的环境。就正常来讲，如果我们去看到趋势走出一个上行结构，它应该是高点不当新高，低点不当抬高，这是一个大趋势的结构。那么你会发现，它经常会产生一种行为，市场要么左高有压力，但如果左高能够突破，是不是往往它的下一波回调，很多时候会出现在左高附近，这种就是有效的突破。市场趋势的强劲，一般左高区间，大家注意了，这个左高区间不一定是最高点，我们所说的支撑压力位很多时候是一个区间来着。如果这附近有密集的一个价格形成，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的区间。所以当时这一波回调是受左高支撑产生的一个止跌上涨，这种突破的一个有效价格走势。像这个地方的一个新高，价格是不是一个突破？股价这里是一个小的回踩，说明这个左边的高点依旧突破有效。所以这种就是一个标准的做多的一个回调模型。当然它不是每一次都那么标准，因为有时候它可能不回调。当然像我们所看到这3次，其实它都或多或少在左高遇阻之后突破，总会有回调，是吧？大概率事件。而且这种回调一旦产生，确实止跌启动，往往还有一波短线的再次上涨空间的打开。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目前就关注的一点，就是左高的支撑，它是不是刚好也有一个密集成交区，这附近的支撑点支撑有效，依旧看涨。当然它首先要支撑有效，另外一点就是如果左高支撑无效，不能快速止跌、快速启动，再破新高往下升调，那么我们就要看到龙门线了。龙门线是作为一个中长线的支撑，加上这个飘带是一个中短线支撑，目前它的共振区间就是这一个范围。我们来看到这个范围是多少，先看到它的上沿是23007.57，这是目前它的上沿，而后龙门线的价格在22794.2，也就是说这个空间是左高支撑如果被破之后往下看到的另外一个强支撑点。左高的支撑属于最强的一种回踩不破，那么就是最强的还是延续上涨的强势多头。如果把左高跌破，就要预防它有可能是2B 结构的假突破，那么底下这个强支撑它就是作为第2个我们去测试的点。这里能够止跌就看上方能不能回归到高点之上，如果左高被破反而走出压力，那么往下就比较麻烦。这种的就是一个突破失败的一个结构，突破成功的结构就是回踩左高，快速的止跌上涨破新高，这种其实就说明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了，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还有一种是往下可能跌破左高没能撑住，但是它在底下这个区间撑住了，依旧往上看，依旧能新高，那依旧说明还是一个正常回调，还是一个上升趋势的再次形成，那就都没有问题。所以一个趋势的形成在于它的那一波回调的强度，以及回调止跌后确实能够新高，我们去界定的。所以当下只是第一波的行情，你是做了多少利润，其实它只是一个过去的行情。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下面它这一波的回调的程度
和它的一个回踩的空间。正常强势趋势下，第一波回踩是不应该太深的。那么以上就关于吊颈线和右侧回调空间我们的一个简单讲解，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同学，听到这里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如果您的时间相对是宽裕的，那么也可以在视频底下可以点击评论区留下一句您的宝贵评论，那么阿哲看到也会很开心。当然了，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在点赞评论的同时，可以在我们视频底下可以点击一个订阅按钮。在点击订阅之后，您就成为阿哲讲技术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未来我们可以持续学习更多的技术分析和了解美股行情的走势分析，和探讨更多的美股行情走势。而如果您觉得阿哲视频对您有帮助，想要未来不错过阿哲的视频的每一期的播放和观看，大家也可以在视频点击订阅之后有一个全部的铃铛，这个铃铛只要点开，未来阿哲一更新视频，那么频道就会通知到各位，会以弹窗的方式告知您我更新了，您就不会错过我的每一期视频啊！很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评论支持。同时，如果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不管是新同学、老同学，您只要是没有装过上海趋势图的指标模板的，都可以去安装，找到助教就可以安装上了。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这是我们的一个见面礼，您都可以去领取去使用。那怎么去找到助教？在点击订阅之后，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视频目前的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您点击这个小卡片就可以快速的找到阿哲的助教。那么跟助教说一下，他会告诉您怎么去安装上海趋势图的一个指标。在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阿哲也会用到这个指标，告诉大家怎么用来看市场的趋势。您的个股如果阿哲今天的视频没有讲到的，您也可以用这个指标去看一下您手中个股是什么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叫日内的变盘点。日内变盘点是一个从短线或者说超短线的方式去观察市场的多空的一个结构变化。当下其实已经有所改变，市场的一个趋势在日内有点多空之间的反转了。我们看到目前的图板，在左边就是我们的每天所给到大家的日内的变盘点。阿哲呢在每天盘前会写到一些盘前的广播、盘前的一个观点。不管是指数的策略，还有个股的一些解析，平时你会在我们的盘前去写上，这也是对于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的另外一重福利。大家找助教，你可以去领取。在盘前广播当中，我们会去讲到一些日内的变盘时间窗口。所谓的变盘，就是阿哲认为在那一个节点附近容易出现高点、低点，或者说加速的时间点。像我们4月17号的盘前，阿哲给了3个时间：9点45、11点和2点，这是香港时间。当市场出现了一个变盘点之后，如果保持上涨，那么没有出现拐点，这种一般就是一个加速时间的窗口。特别如果前期伴随的跳空高开然后维持上涨的话，这是一个加速时间点。这种是一个非常小概率出现的，大概10个变盘点当中，可能只有那么1个、2个才有可能是加速。而后所产生的，不管是11点还是2点，以及昨天我们的第一个变盘点10点半，它其实都是高点变盘。我们在前期在讲变盘点的使用的时候有讲过，如果一个行情阶段它不断出现的是高点变盘，而后高点变盘的力度还会出现低点降低，低点变盘呢出现是一个高点无法创新高，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空方的强势，而多头走弱。像曾经我们在上周或者说上周所看到的变盘点，是不是一路都是低点在加速，高点是回调，那种就是多方单边的强势。而直到昨天开始有点变化，市场的变盘点出现了高点变盘之后，市场是会破掉之前的低点的。市场出现高点变盘之后会破掉之前的低点，所以已经出现了高点的下跌在变强的一个动作。而昨天的2点的地方又是一个高点，这个高点目前是震荡，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下今天是否会延续这种情况。今天的第一个变盘点是9点的45分，也就是美东开盘第一根15分钟 K 线。那根 K 线要看一下它是一个变盘什么点位，如果是变盘的高点，这个高点后续的下跌如果还是破掉低点，连续3个变盘高点都有快速破低的动作，那其实在日线上它已经能够认为是一个日内的转折，再加上目前是一个吊颈线，是吧？如果破掉左低，其实日线也构成左侧的这种卖出点位，因为昨天吊颈线的低点就是这个低点，今天只要少过这个低点，左侧就是卖点。所以这个变盘时间窗口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每天大概会有2到3个变盘点，后续今天的其他变盘点阿哲会在盘前书写完之后，开盘之前发给大家，只要是订阅同学您都可以看得到。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个股解析环节，不过在此之前，阿哲把给订阅粉丝同学所赠送的福利我们汇总一下。如果您是今天的新同学，亦或者是之前点过订阅但是没有找到助教领取福利的同学，
那么这是从好礼，只要您是订阅了阿哲频道，您动一下小手指订阅阿哲之后，那么阿哲有4份的见面礼，感谢您的订阅，作为一个感谢的礼物。那第一重福利是上海趋势图的1周体验权限。第2重福利是盘前的广播，一些点位的解析，还有一些个股的分析。第3重福利是我们的技术分析的内部课程，这些课程都是内部分享，小班课不会公开去进行一个分享。周2到周4基本都会有。如果您是今天订阅的同学，可以报名本周周2到周5的课程，早上10点就可以去收听。第4重福利是美股的期权课程，如果您对期权也感兴趣，那么我们也有相对应的课程，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我们团队美股期权老师他的一些实战课程，会告诉大家怎么用期权去做单，怎么用期权去进行一个对冲风险。有关期权课程的时间是在香港时间周2到周5下午的5点钟，这2套课程是不同的。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一个课表，我们会讲一下有关于趋势波段，在这种强势的上涨之后，我们怎么去把握一些个股的回调买点，亦或者是趋势的利润怎么样去狩猎。那么像今天已经开始了第1节课程，那么第1节课程大家如果是没有听到的，也可以找助教去领取回放。明天会讲到趋势的攻守相间，周4会讲到机构商浪，那周5会讲到机构的操盘商法。那么这是本周的一个主题班课。大家如果是点击订阅频道了，在目前屏幕的右上角弹窗小卡片，点击之后找到助教就可以报名领取目前的这4重福利。当然您也可以看到我们底下的评论区有一个阿哲发布的置顶评论，那么在置顶评论当中也有助教老师的一个联系的一个方式，大家点击对应链接也可以找到助教，这2种方式都可以领取这4重福利，当然前提您得要是订阅粉丝同学。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2部分，个股的解析。个股解析当中的第1只标的，我们会看到特斯拉。特斯拉目前的一个环境是达到了之前我们所讲过的一个重要的中期的支撑区间，它已经经历了一波相对的中期调整。而对于特斯拉的一个股价来讲，中期的支撑其实对于趋势行情，你要关注启动点附近，不管是微软，不管是特斯拉，我们最近找的中期支撑其实很简单，它没有太多困难的，就是前期启动点附近，结构的支撑点附近。像这种结构支撑点在趋势行情当中往往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支撑位，像曾经的这个支撑点它其实也有用，是吧？当时打到这里它其实也产生了一波反弹，但我们说过反弹容易反转难，反弹的过程当中如果它的趋势不能够在这个有效的支撑区当中有一番作为，那么市场其实很难反转，包括这次也是一样的，在前期的启动区间打到了缺口，打到了支撑区，产生这种强势的一个反弹。那这种反弹能不能演化成反转，关键在于它后续的一个价格走势能不能守住某些关键支撑。如果还是像前期这种下跌之后反抽依旧走下跌的，那这个支撑区间它的作用其实就是一波反弹。那这个支撑区目前它只是反弹的反转，我们要看到2个关键价位，一个呢是 381.8， 另外一个是 352.42。对于一个短线投资者，如果你在最近特斯拉获利的，现在要看好 381.8。如果价格走势从技术面上出现了收跌，跌破 381.8， 当然这里阿哲所考虑的是技术面，没有跟财报有关，因为财报方面偏赌的成分阿哲认为比较大，所以阿哲还是主要以技术面进行分析。那财报方面阿哲一般是不做过多的一个参考，所以 381.8 这里是作为防守位，短线获利到目前如果这个价位被后续跌破，其实应该作为短线的离场点。而如果你是中线的，你可以考虑我用目前的反弹利润，它只要走反转，那么我要抓的是反转，如果是反弹，我宁愿打我的盈亏平衡点，否则我就不走了，它再怎么调我也不走了。这个防守位其实就是 352.42， 就价格走势这里5连阳之后，如果它真的要走反转，那不管财报好坏，那么 352.42 在中期来讲，如果这里是反转，它不应该去跌破，如果快速的打到这里不跌破，那么将会产生另外的2次回踩的一个买入机会，所以这里是作为一个结构反转点的支撑，它不破它，那么支撑有效，那么反转依旧能够看。如果把这里跌破了，那么大概率下方这个区间它是撑不了多久，还是很容易被破掉。那么只要这个破掉，那么后续下跌空间就会打开。所以这2个，一个是短线可以看的，一个是中线可以看的。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市场的一个上海趋势图谱。当前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我们先来讲一个之前讲过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支撑，关键的一个压力位，就是前期有一个下跌的九转。特斯拉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黄色 K 线，而后面临之前下跌1到9号 K 线的一个结构压力线。同时这里它是一个龙门线的压力，所以这个区间特斯拉在这里出现了一些滞涨的现象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个强压力区，所以我们依旧要保持之前的压力线，或者说价格之前的防守线。
这里是不是刚刚我们所说的短线防守位？它也是第一根黄色 K 线。如果这个地方上涨遇阻回落时，连第一个防守位都不破，那其实往上去突破这个压力位的概率是极大的。我们说多空之间的博弈，多方还是占优的。价格走势刚才所看的关键的第一根 K 线，它其实也是目前1到6号 K 线的1号 K 线，所以这个地方和关键 K 线的区间，所以作为中期的一个防守位置。所以价格走势目前是一个单边上涨，而后突破了趋势飘带，它这一波反弹是不是比之前都要强？之前的每一次突破，如果你发现它的反弹都是无法去突破这个黄色飘带的，它都说明这一个上涨都只是反弹，因为它依旧受限于中短线的这个压力位。而价格走势如果是回调不破这个紫色飘带的，说明它的一个回调依旧只是一个普通的价格的修正而已，市场后续还有上涨空间。只有跌破飘带的这种下跌和突破飘带的这种上涨，它才容易在一波趋势走势当中改变扭转这种中短线的一个趋势行情。所以目前的这一波价格的反弹，它就是一波容易出现扭转中短线下跌的这种上涨。而这个上涨是否能扭转，关键在于这个飘带后续转为一个紫色飘带，后续的回调不能够去跌破。所以在上海趋势图当中，我们就这么去分析，你要看一下目前的股票是否如果是一个反弹，有没有突破飘带。好，突破之后就意味着这一波上涨有机会出现反转，但反转是否能够延续，关键在于它后续的这个回落能不能撑得住这个飘带的一个走势，以及飘带是否能转为一个紫色。而当下的价格结构是 369.835， 这是飘带目前的一个价格，所以这一次转为紫色飘带是必然的一个事情。而转变飘带之后，要关注回调时是否能够撑得住，如果能撑得住，我们后续止跌依旧是作为回调买点。所以这是对于特斯拉的一个看法。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英伟达的价格走势是快速的突破一个个的压力区间，像之前这种容易出现抛售的一个地方，基本都被阳线给突破，连一根阴线都没有看到。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运线，运线之后又出现了上破，所以当前是没有遇到明显的这种抛售的行为，价格日内有调整，但整体来讲它是没有吊颈线，也没有阴线，没有任何的这种日内单根 K 线不好的这种状况，还是保持市场的一个上涨的态势，以指数开始变得强势一些。而上方的压力目前到了左高附近，这里是有一个缺口，加上另外的左高的一个长上影线，所以这是另外的一个抛压区间。在上涨到这附近时，如果遇到冲高回落，亦或是吊颈线转空的 K 线，那么这个附近可以作为一次观察点，甚至可以作为左侧的高抛点。走到目前为止，越过了一个一个的窗口，当下左高也是最强的一个窗口，这个压力窗口是否有明显的抛售行为，关注在这附近产生的一些压力 K 线的产生。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上海趋势图，目前我们来看到上海趋势图表，在图表当中它是还保持着黄色 K 线，黄色 K 线一旦产生，就说明它是一个超买区间，不过它目前没有消失，也没有破位，所以对于右侧来讲，它的风险呢还不太明确。像之前这些地方，基本上就是黄 K 出现，黄 K 消失，而后市场就容易出现回落，冷静一下。黄 K 出现，黄 K 消失，当然这里有伴随着一些吊颈线是吧，扫过，这也是做一些卖点。只有再度的冷静之后，我们再去看待更好的一个机会。所以目前是相对狂热的阶段，它的一个机会在这里肯定是不太建议去买入，因为这里买已经涉及到追涨了，它的飘带已经转成了明显的紫色飘带，而龙门线也被上穿，所以它也同样是一个趋势的转变的一波上涨，等待后续的回调去寻找买点，将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它也是过了左边的这个高点，从结构来讲，这是一个下跌反弹再下跌，目前过了左高，要关注左高是否能够形成支撑。当下如果有所支撑，那么往上就是看刚才所讲到的这附近的缺口的压力，如果不能往下，只要看飘带附近。而当前的一个走势是到了九转之后的延续惯性上涨。我们之前讲过，如果九转要去做空，要设置一个防守位。理论上来讲，这个防守位呢，目前是在 203.71。如果这里出现了右侧的黄 K 消失以及破位，那么这个地方可以构成一个做空点，而后以防守位 203.71 作为防守，而目标位可以看到下方，第一个目标可以看到左边的这根长上影线曾经的压力突破的地方，这里最好被跌破，跌进来，再去看到下方的一个飘带。飘带的一个价格走势目前是在 187.66， 而龙门线是在 183.568。目前这里是一个黄色 K 线，如果消失转正常，
那么就是风险准备释放了。而后我们来看到下只标的是比特币。比特币目前我们上期是不是讲过，以太坊是来到了九转，比特币是没有九转的，但以太坊的九转也导致市场的整体的一个回落，比特币也有所受到影响。目前它是已经来到了一个下行通道的通道线上轨附近受阻回落，并且这个地方是有伴随着一些超买的行为。市场这里阿芝如果没有记错，以太坊在这附近还有一个光头阴线，所以当下的一个行情走势就是这里有一个压力。市场一波反弹，它还没有过去周线级别的运线，这附近刚好也是周线的一个运线，所以这附近是一个强压力区。市场走到这里，按照震荡的一个走势，这个地方是不要去买多头的。所以我们在上周也讲过，这个地方其实容易产生的是比特币、以太坊的一个风险区间，只是目前的大风险没有了，我们要注意小的一个回调的一个风险。在回调时，它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左边小低点。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在日内短周期它也是个结构，是一个商波的一个上涨。那么商波上涨之后，左边的低点将形成第一个支撑点，这个支撑点之上看一下它是否能够止跌。如果这个支撑点能够止跌，而往上能够破这个价格，那其实一个空间容易打开，但是这个概率会比较低因为压力位的一个密集度比较大，所以如果往下这里走反弹，如果这个地方是不能够突破，往下反而是空方的点。空方的一个空间更大一些，所以依旧我们可以关注的是做空的机会。这附近做多最好等明确的突破，这是对于趋势还是属于下跌的空间，多头空间不多，空方的空间反而短线是有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是关于美股的其他个股的一个分析。第一只标的我们来看到阔位，目前我们来看到阔位的行情图板。阔位它是一个九转的走势，并且它的龙门线是向下的，价格在连续黄色 K 线之后，它是提前很多个股消失了。4月17号我们在周五的时候它就消失了，并且消失之后它是不是有多根吊颈线？它不是一根两根它是有3根。这里是吧？周三周四是吊颈线，昨天也是一个吊颈线，并且它已经把前面的吊颈线给扫过了，所以扫过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把之前上涨、九转等等的都作为一个卖出点，或者说左侧的止盈点。当然右侧目前是没有出现收盘价跌破的，所以这个动作是左侧。而对于上涨到九转，如果左侧开空，这个扫过的地方是作为左侧开空的一个点，右侧还没有。那开空之后，我的风险 128.87 到这个9号 K 线的低点，这个区间是我的风险区间。往下去看支撑点，可以往下看到这个飘带以及龙门线附近，所以这一笔交易空方来讲不太划算，大概是1:1，不算很划算。不过结合指数的环境，这个地方调整概率比较大的，我们的胜率在这里会比较高一些。所以虽然它的一个盈亏比不太划算，但胜率还行，1:1的一个相对的空方的盈亏比。当然这是一个左侧信号，右侧是没有的。我们来看到它底下的支撑，因为它是一波向上的突破黄色飘带，而后目前准备的第2次的回踩。那么回踩时的第一个支撑点就是100.633，而后龙门线是97.356，这是一个支撑区。我们再来看到下只股票是谷歌，谷歌当前是做一个九转之后的延续上涨。这个九转之后的一个压力位和止损位差不多都在342到345之间，所以这是一个压力区间，特别还是左高附近。所以当前走到这里，之前我们在低位所产生的白色 K 线是它的一个突破买入之后，当前至少从右侧来讲，连续的黄 K 消失，这附近有一个负阴线，是吧？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卖点是没有问题的，也是一大波的一个上涨行情。而当前我们等待是2次的回踩到飘带附近，再去找2次的一个回调买入机会。目前它是走到一个结构九转的一个压力位，以及左高附近产生黄 K 的多次消失、多次的出现，所以这里作为左侧来讲，早就应该卖了。右侧可以等待一个收盘价跌破黄色 K 线低点的 K 线产生，再作为右侧的一个止盈点，这是最右侧的相对的比较明确的一个风险产生的地方。而对于空方投资来讲，目前左侧开单是有的，右侧的一个机会不多，因为右侧连扫昨天低点的动作都没有，它在这附近一直都是新高，没有新低，所以至少要等一个收盘价跌破会更好一点。右侧开单是要等一个这种阴线，左侧其实这附近就可以了，因为它的盈亏比还是比较合适的。按照刚才所算的盈亏比，比如说342.07作为一个止损，从第一根负阴线开始，收盘价是吧，以空单为准，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风险区间，那么你的一个向下的空间差不多会比阔位好一些，当然好的不多，因为它的飘带也向上发动比较强，这种都是强趋势上涨的，
所以它的空方的一个趋势会相对弱一点，它的多方的一个优势会大一点，所以我们也可以等待二次回踩做多的一个机会。这个地方飘带的压力，那飘带支撑在这里是315.682，还是比较强的，因为它这里有一个缺口，缺口加飘带，所以二次回踩在这个区间有支撑的效果是大概率事件。下一只股票我们再来看到甲骨文，甲骨文也是一波向上的突破黄色飘带。突破黄色飘带属于一波能够反转趋势的一个价格走势，至少东短线是能够反转的。但突破之后的回踩是比较关键的，像之前这种地方突破之后回踩是跌破这个紫色飘带就不行，突破之后飘带都没有转紫色，所以这种都只是反弹。所以价格这一波突破它还是跌破了，所以这里依旧不行。那目前又突破了，那这里关键是它下一次的回踩能不能撑得住，如果不行就依旧还是一个反弹，只是相对来讲更强一点而已。好，当下我们看到它的一个飘带的支撑是156.398，这里也是一个缺口，是吧？它有2个缺口，所以当下来讲还可以。它昨天是一个不太标准的吊颈线，它不是高开，所以效果会差一点点。昨天这个地方是一个吊颈线，如果出现下扫的动作，那么最好把缺口补掉，那其实可以往下看到飘带附近的一个回调空间。从右侧来讲，黄色 K 线消失，黄色 K 线没有破位之前，右侧这里可以做一个防守位，跌破再做止盈，不跌破可以往上继续持股。当然这一波依旧还是先定义反弹，因为它还缺一个回踩的动作。上方的龙门线是209.11，所以这是关键的一些趋势图的一个价格。如果大家在做交易的时候，你目前还不知道你手中股票的一个趋势环境是如何的，它是反弹还是反转，以及二次回调它的关键的支撑在哪里，这些如果还不清楚，大家都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点击订阅之后，可以看到目前的右上角弹窗小卡片，都可以点击小卡片找到助教去安装上海趋势图。阿哲相信这个上海趋势图能够给您在这一个趋势分析上带来很多的帮助。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 MSTR 刚刚来到了九转的一个止损线是181.49，当然这个止损线除非你开空，你也没有必要去看它。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左边的结构压力，我们说过这个多头的结构压力就是看左边的这种底部区间附近，像空头的结构压力其实就是看之前的这种结构压力的一个高点附近。而这种地方如果有伴随着快速的关头阴线以及长上影线，它的效果一般是绝佳的。如果你发现有些结构压力附近是很混乱的这种小 K 线，一般效果就差一点。像这种快速的上冲再下跌，这种 MSTR 左边的压力就会强很多。所以当前靠近它又有九转，这个地方形成之后往上涨，一般是作为做空的一个区间，做空的一个操作。当然它不是一个最优的做空点，因为它把左边的压力的9给突破了，所以它这里不作为最优的左侧的做空点。如果要做，你要自己去算一下它的盈亏比，盈亏比应该会比前面所看到的谷歌那些会好一点，因为它的飘带在138.205，所以在这附近。对空头者，你的目标其实第一个就是看到这个缺口以及下方的一个飘带。当然，对于右侧空头者来讲，这个地方还要等黄 K 的消失和破位。左侧其实就是上涨不破压力线和走高，这附近是作为一个看一波回调的地方。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微软，微软就是一个结构出现了一个揉搓线，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定义为长上影线。黄 K 目前消失破位，所以当下它是作为少数开始破位的股票，所以阿哲标记了一个红色块，所以这里是出现了一个破位行为了。对于黄 K 来讲，这就是一个风险的释放，风险的确认，价格走势容易回调飘带。那我们来看到飘带的一个支撑点是多少？作为二次回踩的关键点389.591，作为关键的二次回踩的一个关注点。这个附近也有一个缺口，如果缺口回补出现明显的影线以及反包阳线，这附近将是二次的买点。而我们来看到周线上，周线它是一根强势的阳线，运线的上破，所以这个地方从周线来看，很容易是一个启动点，或者说低位的看涨点，所以还是比较不错的中线标的。我们看到从周线的关键支撑来看，是龙门线398.835，这也是我们一直有所跟踪的一只标的，它目前也走出了我们所想要的一个中期启动的第一波。那至于会不会是一个中期底部呢？关键在于第二波是否给到再次的二次买入机会。下一只股票我们来看到 AVGO 博通，博通也是跟微软一样出现了黄 K 消失并且带破位，所以它也是提前出现了风险的信号，并且它是在左高附近，所以这个地方是要特别小心的。之前左高附近也是有黄 K 消失，然后吊颈线产生出现这种下跌，这里又来到了一个左高附近关键的压力区，
当然它之前的这个九转是没有给到右侧的开空的点，而是直接就越过去了，是吧？所以这种九转一般来讲就没有必要去做空了，除非它这个地方再次跌破，因为之前的止损线它其实就是一个压力位，过了之后股价回来，这里可以作为支撑点。所以这里你去做空，相对来讲就面临一个短期的支撑了，所以最好能够破掉它，破掉它之后，我们再去往下进一步看一个空间点，就是飘带附近，风险会偏大一点，左边高点出现黄 K 的破位，这个风险如果要解除，它应该出现一根强势阳线，把左边的黄 K 给突破，并且左高能够站上，这个黄 K 的风险才会解除，才有机会看下一波的空间，否则这个地方回调是大概率事件。我们看到飘带的上沿是361.515，所以目前关注388.24和361.515的空间。现在个股我们再看到 AMD 是刚刚过左高，跟指数的一个整体环境差不多，过左高冲高回落，并且它是一个不太标准的吊颈线，因为它的下影线太短了，所以这个地方不是吊颈线，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像前面这个地方可以算是一个吊颈线，下影线够长，但它没有扫过，所以往后看其实再有标准的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地方不是吊颈线，影线太短了。当前是一个冲高回落，这个动作没有出现冲高回落破位，所以对于右侧来讲，就还需要等待一个收盘价破位。对于左侧冲高回落，其实已经算是一种我们所说的左侧高抛点。而九转它其实也是一样，九转之后市场直接是加速，没有右侧的这种开空点，直接突破了265.22。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短线从压力转为支撑，价格后续如果回落，这个地方首先是第一个支撑点，它也是左边高点区间附近。如果这里能够直接支撑二次启动，那就是一个很强势的再次的中继形态了。而如果这个区间不能跌，而如果265.22不能够撑得住，那往下看就是飘带的一个支撑，它的飘带也是比较宽，越宽的飘带则作为越强的支撑，上沿是243.004。下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HOD 目前在升级的第6转，价格走势已经突破飘带，突破之后下方是一个紫色飘带。那紫飘带它的区间在77.097，目前是黄 K， 黄 K 没有被清扫，黄 K 没有消失，没有破位，所以当下依旧是作为左侧相对的风险区间，而右侧风险未释放，它已经把左边的一个高点给吃掉了。目前关注左高区间能不能够站得住，往上再去看下一个缺口的一个压力位，就是左边4号 K 线下方这里。这个区间，那这个区间的低点是98.37，所以上方的2个压力，一个是缺口，另外一个是龙门线。下方先看左高这个支撑，这里只要收阴不破，往上它这里就不一定会调到飘带附近了。下只股票是 APP 也是黄 K， 像 HOD APP 都是后续才启动的，所以它基本上没有走到九转。价格走势如果在往上走的时候，走九转的时候，要关注左边是会有九转，如果有的话，这里将是一个结构压力线，在517.23的地方，并且它这里也是龙门线，所以价格走势当时这一波9是吧，走到这里出现了仿包的阴线，止损就是56.72，一波下跌到飘带附近。目前的上涨，那这里同样是一个压力区间，所以关注这个地方出现了黄 K 消失和仿包阴线，如果有，它也容易再次回归飘带附近。飘带的一个支撑点426.64。我们再来看到下只股票是半导体3倍做多，那么这个股也是在一波九转之后突破了左侧的压力的高点，突破之后走了另外一波9，后续90.58的这种空方止损，右侧基本上是用不到的，因为它的吊颈线没有被扫过，所以右侧左侧其实开空点都不足，这里直接往上突破，那么90.58就作为另外的一个支撑点。那这里为什么标记一个相对的红色块？因为它这里又是一个吊颈线，所以之前低位，所以之前中间出现了低位，出现了高位，这里又再次出现了一个吊颈线长下影线，所以对于持股者来讲，这个地方不能够扫过它的低点，一扫过它的低点，左侧就是卖点。对于右侧来讲，最好等一个收阴线跌破90.58作为右侧的一个卖点，亦或者是右侧的开空点。那么价格走势下方的支撑点是73.284，从周线来看，它也进入到了一个什么周线的黄色 K 线，所以这个是要关注的一个风险区间。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Circle属于启动相对晚，而后是短线做过一个下跌的九转，下跌九转的多方止损是77.8，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买点，低开高走 K 线，市场出现一波反弹，目前反弹是由蓝色 K 线进入到了一个黄色 K 线，
说明从一个冷静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的狂热，所以这个地方作为左侧直接低吸高抛是没有问题的。这一波也有十几个点的利润，而后前期的下跌，我们一般这个50%作为压力区间，50%来到了黄色 K 线消失，目前只是没有破位，但是已经有这种影线扫过的动作了，所以左侧其实就是卖点，右侧你可以等一根阴线，但右侧如果做卖点，一般就要注意了，肯定利润会回吐的多一点。但是它也有机会把握到后续的继续上涨，所以当前右侧是没有破位行为，它有机会往上去突破前期一半的这种压力位，左侧其实已经构成卖点了。我们看到飘带的区间或龙门线的支撑在101.183。下一只个股是 Meta 越过了龙门线，目前出现了阴线并且仿包，所以 Meta 这个地方其实也应该标记一个红色块的。对于龙门线来讲，它是向下的，所以突破龙门线而后快速的出现顶分型，并且是仿包阴线，所以697.99之下作为空方的一个九转开空点，并且是右侧的，是可以的。所以这里你可以设置一个空方点，这是你的风险区间，而你的利润是看到飘带附近，所以这个大概有1:1.5，甚至这里是1.5，甚至是1:2的一个空间，并且它的龙门线向下的。所以 Meta 这个地方其实还可以，如果作为开空者的一个选择进场点，对于多头来讲，这里就是右侧的一个卖点，是吧？多头右侧的卖点就是空头右侧的入场点，所以当前这里先关注龙门线支撑670.84是否有效跌破，而后就看到支撑点位飘带上沿627.87。下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OKO 是一个长上影线扫过了左侧高点，而后遇阻回落，说明左高的压力是有效的。当前它已经是黄 K 消失，但是它没有一个收盘价比昨天低点低的阴线，所以整体来讲它的右侧风险还未出现。左侧有一个长上影线，所以这个是作为左侧的一种高抛信号。如果收阴跌破它的低点，就是右侧的点。所以目前 OKO 是一波上涨之后，右侧依旧持股，左侧小心风险。它离飘带比较近，哪怕回调，这个飘带附近的支撑也比较近，因为它这里也有缺口加飘带。飘带的上沿是56.025，价格走势目前来讲是在一个震荡区间，之前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震荡的窗口，在震荡区之后出现一波下跌，目前反抽这个区间。如果您学过一些价格结构，这里其实是一个类似中枢的地方。好，这种地方反弹到这里是一个强压力区，所以对于 OKO 的持股者来讲，这波反弹其实已经到中偏上的地方。我们看到龙门线的压力是88.72。下面一只股票我们来看到 PLTR 还是比较弱的，价格走势出现一波相对的下跌，左侧长下影线仿包反弹，它是少有的还没有突破飘带的一个股票。在阿哲所列的很多标的当中，很多都突破了飘带，它也没突破，所以它肯定不算是一个强势个股。当前黄色飘带这里还没有右侧的风险释放，但是一旦收盘跌破飘带下沿141.653，它就作为右侧的一个卖出点。目前它不是一个强势的标的。我们来看到下只是 Coin 也是有一个长上影线，而后有一个长下影线，跟 Meta 类似。是 Meta 还是微软，反正有一只个股是类似的，是一个揉缩线。揉缩线产生之后，一般就是它的1/2位作为防守位，如果收阴跌破，那就是风险点。昨天是一个阳线，当然这个地方左侧是卖点。我们昨天在盘前广播当中讲过，之前是这个地方有一个买点，就是 TD 差值不创新低买进，这里是一个 TD 差值不创新高卖出，所以这是个买点，这也是个卖点。所以左侧来讲，这里买进，这里卖出已经结束了。右侧还可以看一个价格的黄 K 没消失如果跌破，就作为右侧的卖点。目前的飘带183.525。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美光也是左高附近出现徘徊震荡，而后这里是一个运线，并且它有一个运线的假突破之后往下回落。目前来讲，右侧没有卖点，因为右侧它是运线它不好做这种空方。如果你在上涨当中遇到运线，最好等它明确的选择，否则它其实就是一个内部结构的一个震荡。左侧肯定是假突破之后冲高回落，类似于复阴线这种，其实就可以去卖了。所以右侧其实这个地方是不好找卖点的，你可能卖的时候已经是回吐了大部分利润了。所以右侧可以以大阳线低点作为支撑，它跟飘带是共振的。但左侧其实已经是左高附近出现冲高回落作为卖点止盈点。我们看到飘带的支撑是416.051以及393.314。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亚马逊是出现了九转之后，它的一个空方的一个止损在哪？是在264.4左右，也是在左高之上。
这里其实也是在左边的高点密集的压力区附近出现了九转而后冲高回落，加上逃顶小人，所以当前这里已经出现了收盘价比昨天低点低，并且有一个跳空的行为，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右侧的风险。那么下方可以看到支撑点是232.229，整体可以这么去看。从结构来讲，之前这个下跌的结构就已经高点被突破，所以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支撑点，所以这里是右侧卖点。如果做右侧空方，最好是等待跌破支撑线，然后再往下去看。那么以上是4月2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